中国的历朝历代的著名的文物之中，其上经常会有雕刻或者说绘制、印制的一些动物啊、鸟类啊、树木啊、花草的图案和样式。那么这些东西其实都有非常深邃的文化的内涵和历史的一些故事。那么在这其中呢，有一种鸟就非常的特别，它呢就是我们熟知的猫头鹰。它呢并不像我们近现代的一些文化的认知之中，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猫头鹰被认为是一种不祥的鸟，是一种看到了或者听到它的叫声都觉得会非常不吉利，甚至会给家庭和个人带来厄运灾难的这种鸟。但是这种认知其实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呢，两头都是错误的。现代的这一头是因为我们有了科学的认知，知道猫头鹰是一个有益的鸟类，对于人类啊，对于大自然都是很有益处的，所以它是一个重要的保护动物。那么这种鸟在现代的文化作品中呢，也充当了很多比较正面的形象。那么在远端最远的那头，也就是中国文化刚开始形成起源的时候，猫头鹰它确实也是一个吉祥的，甚至是地位非常崇高的动物。猫头鹰本身呢是一种俗称，因为它那脸盘子呢又大，两个呢眼睛滴溜圆，那么给人感觉呢就像只大猫脸，那么所以就俗称猫头鹰。但是其实猫头鹰的古代的名称呢叫做鸱枭，简称枭。在古早以前的商代晚期，乃至于周代的初期、中期，都是在文化认知上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地位非常崇高的鸟类。你很少会在一幅古画上，或者说在一个古代的陶瓷器物之上啊、贵金属器物之上啊，雕着一只猫头鹰的。有雕凤的，有雕仙鹤的，有雕喜鹊的，有雕大雁的，但是就是没有雕猫头鹰的。那就这么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传统文化就认为，既然是不吉利的，那就不应该把猫头鹰放在这些器物之上。如果你去看商周时期的艺术品，你反而能够看到很多的枭，也就是猫头鹰的形象造型在上面。可以见到仰韶文化时期，在山西华县就曾经出土过猫头鹰的雕塑，在辽宁阜新的红山文化的器物之中呢，就可以发现小型的猫头鹰的玉的装饰，这就足以证明，在中国的史前时期，猫头鹰就非常受到人们的重视。直到商代的晚期呢，在很多青铜器的纹饰之上呢，就都有枭类的题材。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都是礼器，所谓的宗庙重器，都是权贵统治阶级用这些青铜器用来干嘛？祭天的、祭祖的。说是青铜，是因为它在地下锈蚀之后的化学反应它轻了，在那个原来是新的时候呢，青铜就是黄金的色泽，宗庙重器之上能够印猫头鹰的造型，那就说明猫头鹰是非常受当时的统治集团乃至于整个社会的认可的。那么为什么古早的中华文化把猫头鹰推崇备至呢？主要的原因有两方面。其一呢，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人们普遍地认为猫头鹰是一种猛禽。猛禽作为一种食肉的捕猎的大型的鸟类呢，那么肯定就象征着猎杀，象征着勇猛，象征着威武。那么这种可以翱翔于天地之上的大鸟，那么这种凶猛的鸟类就自然获得了当时的古人的崇拜。特别是鸟类呢，它本身就是翱翔于天际，那么古人无论是中华文明还是其他的欧洲文明啊、美洲文明啊，都共同的认为鸟类因为它能接近于天空，
翱翔于天地之间嘛，它就相当于上天的使者。那么你想，天降猛禽，直接扑倒猎物，那么这种感觉呢，就使得人们认为使者中的威猛的战将，或者说是它能象征着军事上的胜利。在战国秦汉时代呢，有一种游戏叫做六博，那么这种游戏呢，现在已经失传了。但是据史书记载呢，这种游戏的筹码，就是象征胜利的这个筹码呢，名字就叫做枭。那么可见，枭代表着游戏的胜利，那么也代表着军事战斗的胜利。所以按古人的话说呢，游戏赢了就叫得枭，那么枭就等于了胜利。而这种观念呢，一直延续到了汉代。西汉的时候，武将的官职就有叫做骁骑都尉的，并且还出现了枭雄这样的词汇。那么这也就证明了枭代表着勇猛强悍的力量。此外呢，在西周的青铜器上还曾经出现过老虎和枭，也就是猫头鹰的纹饰。这两者共同出现，一个是鸟类的猛禽，另一个是兽类中的猛兽。那么可见，老虎和猫头鹰在当时西周人的概念里边是天空中的霸主和地上的霸主。那么能和老虎相提并论的，那可见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动物。猫头鹰受到古人的崇拜的另外一方面的内容呢，就是猫头鹰是一种夜间行动的猛禽。古人对于黑夜、死亡和梦有着非常强烈的敬畏心理。那么这三种自然现象在古人构建的世界观中通常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在商朝的文化中呢，他们对于夜晚是非常恐惧的，认为它既神秘也危险。那么在商王的一些占卜的活动之中呢，就是对于夜晚的占卜叫做卜烯。人死了就如同人进入了漫漫的长夜，就进入了一个长长的梦之中，所以古人就把死亡比作了漫长的夜晚。所以说人们就会认为猫头鹰这种在夜晚出没的猛禽就可以给他们这些惧怕黑夜、死亡、漫漫长夜的这些人提供一种保护的强大的这种生灵。此外呢，在古典名著《尔雅》之中呢，就把猫头鹰枭比作了梦的鸟，它是梦境之神和占卜梦境的巫师之间的这种使者。在《山海经》之中呢，曾经提到过有一种鸟叫做狂鸟，这种鸟是五彩之鸟，这种鸟就是猫头鹰的神圣的化身。它的形象呢，通常是鸟头上长了一撮奇怪的呆毛，那么这种毛类似一种神圣的标记，通常会出现在龙啊或者大蛇的头上，那么也会出现在一些人头蛇身的神明的头上。因此猫头鹰头上也长着这种神圣的呆毛，这一小撮毛也就证明了猫头鹰和人首蛇身的神和那些大龙啊大蛇呀具有同样的这种神秘的力量。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移，漫长的文化的演变，那么枭猫头鹰就逐渐的从一个象征着勇猛强大、象征着黑夜、死亡和梦境的这种神鸟呢，逐渐的就滑落黑化。那么勇猛强大的一方面呢，就逐渐的没有了，更多的呢就变成了象征着黑夜和死亡。那么黑夜和死亡呢，就是恐怖。一来二去呢，猫头鹰就变成了夜猫子，就变成了一种象征着黑夜之中的不确定的危险，象征着死亡的那种不吉利的这么一种鸟。但是这些呢，其实都是人们的认知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之下的各种的产物。现代文明出现以后呢，
科学技术和人们的这种理性的思维，使得人们对于猫头鹰这种动物呢有了重新的认识，让它这种可爱的、对于大自然、对于人类社会都有益处的鸟呢，终于获得了一个更加平等的、更加合理的位置。一张大圆脸，一对非常炯炯有神的眼睛，包括看似笨拙但是实际上非常呆萌的这种形象呢，蹦蹦跳跳的，然后像个小毛球一样来回滚的这种造型呢，就让它变得非常的可爱。但是在它可爱呆萌的形象之下呢，也千万别忘了，人家是一种猛禽啊，是一种象征着强大的生命力量，象征着征服于天际、征服于黑夜，象征着梦境与死亡的神圣的鸟类。那么可爱的猫头鹰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因为我们和它们之间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那么也请每一个看到这个视频的人呢，珍惜我们身边以至于远处自然界里的猫头鹰这种可爱的小动物，那么使得它能够长久的生活在大自然之中，别给人整灭绝了。那么让我们和它们共同的生活，共同的成长，让我们和它们能够共同享有同样一片干净的蓝天，同样一个安宁的夜晚，同样一个迷人而又神秘的梦。好，以上就是本集的全部内容，我是新哥，咱们下集再见。